高射炮在二战期间成为了地面部队的重要防御武器。起初，它们还是简单的临时设施，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各国开始将其发展为专业化的武器系统，并且细分为不同的口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款在台湾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小口径的高射炮，并进行排名。第8位是美国的 M140毫米高炮，这款高炮诞生于1940年，其结构简单，像搭积木一样容易组装，其机械性能稳定，故障率低，最大射程可达到4-7公里，理论上每分钟能发射120发，但实际上通常只能保持60发。尽管这款高炮在1943年就被美国陆军淘汰，但台湾军队在1950年代末期还是引进了这款高炮，用于装备防空炮台和防空部队。由于技术更新缓慢，且夜间作战表现较差，它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升级。第7位是意大利的布雷达37毫米每54倍高炮，这款高炮诞生于1930年代，具有单管和双管2种版本，其炮口设计较高，最大射程达到6公里。理论上每分钟可发射200发，但实际上通常只能打出140发，且射击时震动较大，表现出其设计上的一些不足。尽管如此，这款高炮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大利军队依靠它成功保卫了多个战略要地、城市和兵工厂，共计发射了77000发炮弹，成为了意大利防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6位是苏联的 70K37毫米高炮。这款高炮源自苏联在1935年仿制的瑞典伯福斯25毫米高炮。起初，苏联只是想做小规模的武器，但他们决定进一步扩展，增加了口径，最终发展出了45毫米的49K 型高炮。而苏联海军也看到了陆军新款高炮的优势，于是也引入了70K 型37毫米高炮。这款高炮虽然源自伯福斯的设计，但苏联加入了一些独特的改进，逐渐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尽管它与伯福斯的260型高炮在口径上只有3毫米的差距，但在性能上两者几乎没有显著差别，最大射程也可以达到8-4公里。第5位是英国的 QF240毫米高炮，也被戏称为通通炮，因为它发射时的声音非常独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实际上，QF2高炮是 QF1马克西姆水冷机枪的放大版，继承了马克西姆机枪的设计理念，枪管结构基本相同。它的最大有效射程可达1公里，每分钟可以发射200发炮弹，总产量约为7000发。到了1930年，英国对这款高炮进行了改进，推出了电动版的 QF2 Mark 16版本。然而，尽管进行改进，QF2 的整体性能依然不如瑞典伯福斯40毫米高炮60型，在技术上略显逊色。第4位是瑞士的 Oerlikon 35毫米90 KDC 双联高炮。这款高炮由瑞士的 Oerlikon 公司在1950年代后期研发，并于1960年代初开始批量生产。随后的多款升级型号使其成为35毫米高射炮中使用最广泛的型号之一，超过30个国家将其纳入装备，主要用于低空防御，尤其是在战略要地。KDC 系列高炮在各种气候和环境条件下均能稳定操作，最大射程可达到9-5公里，单管每分钟可发射550发炮弹，每个炮台都配备了枪口速度传感器，可以将收集到的炮弹速度数据传输给火控计算机。此外，高炮提供3种瞄准模式，包括直接瞄准、系统瞄准和雷达锁定。后2种模式需要与火控雷达系统配合使用，以提升准确性。第3位是瑞典伯福斯公司于1981年研制的 L70 40毫米高射炮。尽管 L70 的性能已经非常出色，但伯福斯公司意识到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的发展趋势正在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因此开发了 Trinity 系统及3合1高射炮。L70 不仅是一门威力强大的高炮，还集成了高精度火控系统和可编程近炸引信，主要用于对抗飞机、直升机以及巡航导弹。自1989年开始生产，它的射速高达每分钟330发。该高炮具有反冲行程短、射速快等优点，电动驱动的高低机和方向机结构也可以通过手动操作。此外 ，L70 的模块化设计使得维护和升级更加便捷，从而延长了使用寿命，并降低了整体运营成本。第2位是厄利孔35毫米1000转膛炮。这款高射炮由厄利孔和莱茵金属公司在2009年合并后共同开发，主要应用于陆基防空系统，
采用35×228毫米的炮弹。莱茵金属设计这款高炮的目标是取代一些老旧的35毫米双联高射炮系统，如 Pin、KDA、KDB 等。其名称来源于35毫米口径，每分钟最大射速1000发，以及内部转膛设计，使其能够提供高效的火力输出。此外，厄利孔35毫米1000转膛炮还具备短时间内进行单发或快速单发射击的能力，它可集成到多种武器系统中，如炮塔或装甲步兵战车，广泛用于防空和反装甲作战。目前，这款高炮已安装在莱茵金属的 GDM-00 8000年炮塔和陆基天盾武器系统中。第一位是博福斯40毫米70型高射炮，这款高炮是基于博福斯奥60型高射炮改进而来，俗称老40。它的最大射程可达到惊人的12500米，且采用全自动发射模式，毫无疑问是榜单上的顶尖之选。要了解这款高炮的辉煌成就，我们得回溯到2战时期。当时，瑞典海军也购买了若干高射炮，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急需一种更加可靠的防空武器。博福斯公司因此挺身而出，承担起这项任务。基于洛德菲尔德速射炮的装弹设计，博福斯在次年推出了40毫米高射炮的原型，并提交给军方进行测试。然而，实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炮的重量过大、装弹速度缓慢以及无法快速更换弹药等，这使得该炮并未立即获得军方的青睐。博福斯公司在早期的40毫米高射炮设计上与德国的克虏伯公司紧密合作。由于博福斯公司在一些关键技术上遇到了困难，克虏伯的技术专家被邀请加入项目，共同解决难题。新设计采用了类似步枪的弹夹，弹药从上方装填，弹壳从侧面排出。这一巧妙设计有效提升了射速，达到了军方的要求，同时也确保了该炮的高可靠性。该设计于1931年底完成原型，并逐步完善。经过多轮试射后，1933年10月成功达到了每分钟130发的射速，完全符合军方的需求，最终被命名为40毫米 L60M32型。值得一提的是，克虏伯公司的技术人员在这一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一事实当时并未公开。可以说，这款40毫米高射炮带有一定的德国技术血统。在克虏伯的技术支持下，博福斯高射炮在1935至1937年间进行了多次改进，最终在1936年被瑞典军方正式接收，并命名为1936型40毫米防空炮。与传统的野战火炮不同，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采用了4轮车架，并集成了360度旋转的十字形炮架。这样的设计兼顾了机动性和稳定性，训练有素的炮组可以在1分钟内完成准备工作，确保了卓越的射击精度。炮口初速高达854米每秒，最大射程9公里，弹道平直。这些特性使得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一经面世便引起了欧洲各国的广泛兴趣。英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奥地利、波兰等多个国家纷纷购买其生产许可证，甚至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成为了这款火炮的客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都得到了广泛使用，其总产量超过6万门，炮管数量超过12万支。这款火炮也首次被英国用于巡洋舰，标志着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在舰船上的首次应用。随后，英国根据自身需求，对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进行了改进，命名为 OQF 1克瓦查型高射炮，并陆续开发了9个不同的型号，涵盖了单管、双联装、4联装以及风冷和水冷等多种组合。这些改进不仅增强了火炮的性能，英国还为博福斯高射炮增加了各种部件，使其在战场上表现更为出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共生产了超过19000门博福斯高射炮，但这仍无法完全满足需求。荷兰海军特别为其维德鲁伊特号轻巡洋舰订购了一批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这些火炮配备了3轴稳定炮座，并能接受指挥仪控制，整套装备的总重达7吨。此外，海军还为潜艇的副炮需求研制了一个短管版本，炮管长度为42倍径，能够在潜水时密封防锈。虽然这样导致其炮口初速降至每秒700米，美国陆军曾派代表与博福斯公司进行谈判购买这款火炮，但由于开价过高，且美国当时并未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资金紧张，最终未达成协议。然而，随着战争爆发，美国迫切需要新型防空武器，
于是决定通过秘密渠道获取相关资料。美国海军从东印度获得了 OQF-1克瓦查高炮的图纸，陆军则从英国获得了3克瓦查风冷型的图纸，并开始非法生产。为了进行大规模生产，克莱斯勒公司和约克公司对博福斯高射炮的10多个零部件进行了重新设计，并多次进行改进，最终成功制造出包括1克瓦扎、2克瓦查以及 M1 型等不同版本。陆军主要使用单管风冷型高射炮，而海军则多采用双联装和4联装版本。到1942年6月，美国首次在怀俄明号训练舰上装备了美国版的40毫米高射炮，随后于7月1日正式装备科克兰号驱逐舰。到同年12月，美国的生产能力达到了每月1600门陆军型和135门海军型40毫米高射炮的水平。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共生产了超过42000门这种型号的高射炮，其中约9000门被出口至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曾一度拥有80门美制 M1 高射炮，但遗憾的是，这些高射炮在随后的战斗中几乎全部损失。为了继续提升自卫能力，台湾随后从瑞典购买了一批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直到今天，大部分台湾海军舰艇仍装备着这种40毫米高射炮，成为标准的武装配置。甚至台湾海巡署也曾配备过这种火炮。在第2次世界大战末期，面对日本的神风特工队，美国海军舰艇开始广泛装备40毫米和20毫米高射炮。这些武器几乎覆盖了所有战舰。为了腾出更多空间，某些舰船甚至拆除了鱼雷发射管，专门为高射炮预留位置。特别是那些成为日本空袭主要目标的航母，如萨拉托加号，曾一度装备了高达23门40毫米高射炮。凭借这些高射炮的强大火力，美国舰船的防空网密集，成功拦截了大多数日本飞机。而那些被击落的飞机中，有一半是由于40毫米高射炮的强大杀伤力而坠毁。有趣的是，日本在2战期间也使用过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他们曾缴获大量这款高炮，并带回进行研究。日本陆军仿制出了类似的40毫米高射炮，这些仿制品的性能远超日本海军使用的96式25毫米高射炮。然而，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关系紧张，这款高射炮并未在海军中得到广泛应用。总体而言，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是2战期间最为卓越的中口径防空武器之一，至今仍有一些国家在使用它。在2000年，美国联合防务公司收购了博福斯的防务业务，新成立的博福斯防务公司继续生产这种40毫米高射炮。凭借其卓越的品质和性能，这款经典的火炮已经走过了近1个世纪，成为了历史上的传奇武器。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